从新冠疫情到澳洲山火，从美国流感到东非蝗灾，相当惊悚的2020年已经接近尾声。2021年会发生什么呢？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各方预言家都争先恐后地给出了预言。印度神童阿南德，他从去年的默默无闻到今年的火遍全网，主要归功于他在去年夏天成功地预言了今年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爆发。2019年8月，印度男孩阿比吉亚·阿南德在他的油管频道上上传了一支预测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世界大灾难的影片，声称一场威胁世界各国的大劫难将从2019年11月份开始，在2020年3月或4月进入高峰。在6个月里，灾难将从航空服务业蔓延至全球的各行各业。当然，当时并没有人把他的话当真，直到疫情在全世界爆发之后，阿比吉亚·阿南德和他的吠陀占星术才引起世界范围的注意。他那支视频的点击量也超过了800万。阿南德既不是外星人转世，也不会灵通。他说他的预言完全是基于古老的印度吠陀占星术，一种根据天体的相对位置来计算和预测地球上人与事、命运和福祸的方法。就其古老程度与神秘程度，可以算是印度的推背图了。吠陀占星术和西方占星术相似，但又不同。印度吠陀占星术不会涉及3大外围星体：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而吠陀占星术主要用来观测一个民族、国家乃至是世界性的整体命运走势。对于将来，阿南德预测说，2020年12月19日到28日，木星和土星在摩羯座的合相星象将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有可能是第二波疫情、经济崩溃或者战争。这将是一次比新冠肺炎更为恶劣的全球危机，而且这场灾难会一直持续到2021年的3月份。不过阿南德也给出了7项对策，例如提高免疫力和停止以任何方式屠杀动物和危害大自然。拿督郑伯健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青年企业家，也是一个玄商，被很多网友誉为近代史上命中预言最多的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拿督是什么，玄商又是什么。拿督是马来西亚荣誉制度下的一种称号，主要是册封一些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但必须要有王室成员或政府的推荐。拿督在马来西亚也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的称呼，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长或美国的一个州长。这个头衔也是对地位和名望的一种认可。而玄商，据他自己所说，就是中西合璧的玄学以及商业学的一个交叉，综合了科学心理学、商业学和玄学的一套学问。郑伯健他本人并不是一个神通，而是基于他10几年对于东方西方玄学的经验来预测当年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庚子年是天灾人祸的一年，在60年前、120年前、180年前的庚子年都有大灾祸发生，那他就推算2020年的庚子年也同样难逃此厄运。1840年的庚子年，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史称庚子国难。1960年，中国连续3年发生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智利发生了9.5级大地震，突破了人类死亡纪录之最。庚代表金，子代表水，庚金会克甲木，而甲木代表着东方，所以郑伯健推测，在2020年有很多东方的国家都会经历大的灾难。拿督郑伯健在2019年10月的一次玄学演讲里，给出了2020年的14个预言，在今年大部分的都已经应验了，可以说是相当精准。那他都说中了些什么呢？首先是2020年上半年有世界性的经济大跌和大裁员，然后有类似于 SARS 的病毒会袭击人类的肺部，还有虫灾预言、物资短缺预言、万物起价、全球停顿、大水灾、贸易问题预言。他在去年年底也曾经提醒人们注意肺部健康，
还建议人们把事业的重心转到互联网络行业上来。对于将来的预言，拿督郑伯健让大家要特别的小心。2020年12月7日到2021年1月4日这段期间，他说在这段时间内，各种天灾人祸有可能会一起发生，这又和印度男孩阿南德的说法不谋而合。2019年6月，中国豆瓣网上出现了第一个华人时空旅行者，未来人 KFK。他自称出生于2020年，男性，来自中国上海，2048年移居澳洲。KFK 在豆瓣网上有超过3000万的关注，他回答了网友几百个问题，还留下了一串奇怪的密码。KFK 对于未来的世界观完整且逻辑自洽，使得网上很多人相信他真的是来自未来。比较有趣的是，他反复提到，在未来世界物质资源极度匮乏，人们更趋向于精神层面的追求。KFK 实现了的预言包括2020年台湾选举领导人连任，20年代就实现在家办公，中印班公湖边界冲突和川普来自亲人的压力等等。KFK 对于未来的预言有：20年代早期中国的房价开始下跌，20年代中期从事生机农业很挣钱，20到30年代 WiFi 卫星全球普及，墙就不存在了，30年代手机会成为历史，2035年之后语言的障碍完全清除，30至40年代，也就是 KFK 的青年时代，全球的股市在1个小时里全部失去意义，人们将不再拜金，而是转向内在文明的追求。40至50年代，房屋打印公司、交互游戏公司和光学虚拟眼镜公司将是3大巨头。2060年，房屋不再是贵重物品，而纸却是奢侈品，一切财富都将数字化。能够在这个世界使用纸张， KFK 表示很幸福。在2060年，公共交通是免费的，日常比较贵重的消费品是水果以及牛奶，只有富人才可以吃得起。房子是极速工序建造的，除非特别富有的人指定用木头作为材料，一般人都可以申请建造自己的房屋，成本都很廉价。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还说，在2060年以后，人心赤露，无需读心术，没有世界末日，但人类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当然，预言也有失效的时候，再神的预言家也有啪啪打脸和互扇耳光的时候。比如 KFK 曾经预言特朗普会连任，印度神童阿南德预测说全球疫情会在7、8月份之后得到缓解，可就连印度本土都没有好转。拿督郑伯健预言的大地震、大旱灾、大混乱和粮食危机也没有在今年发生。而且印度男孩的一些观点也很偏激，比如他的疫苗阴谋论和口罩无用论。他认为口罩会使得病毒在口罩内大量传播，其实北美地区很多人都有这种迷思。而且印度男孩还一再强调疫苗很危险，因为他不知道疫苗里的成分是什么。比尔盖茨在今年就曾经对那些诋毁过疫苗和他本人的阴谋论做出过正面回应。大家对于预言一定要理智的分析和看待。对于灾难的化解，各路大神纷纷给出了对策。印度男孩阿南德呼吁大家走到阳台上去，享受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多做运动以增强免疫力。拿督郑伯健让大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KFK 则是劝人向善，告诫人们要保持善良的品质和敬畏之心。尽管今年多灾多难，大多数预言家都认为明年情况会变好，只要我们心存善念，黎明就在前面。